大家好，本期视频我们继续分析和预测特斯拉股价在2023年5月2日的走势。首先，我们先来回顾一下特斯拉股价在5月1日走势的基本信息。它的开盘价是163.71，收盘价是161.83，在盘中最高价是在163.28，最低价是在158.83。在盘中，它的最高值与最低值之间的负值是达到了5个点。我们会看到它的收盘价依然是收在了5日均线值的上方。量，当日的成交量是 1.09 亿股，是前一个交易日的 0.89 倍，量缩。KD 值，开口略有增大，双线是继续上行。那这样的信息说明股价在继续上行的走势中。MACD 开口变小，双线方向是趋于合拢，在零轴的下方出现了较前一个交易日更短的红柱。那这些信息说明股价的空头趋势在继续减弱。好，接下来我们来看看 K 线信息。在5月1日生成的这根 K 线叫做含有下影线的小红 K 线，它是一根下跌的 K 线，它所处的位置是在股价出现止跌反弹后的横盘中。那如果这样的线型我们把它看作是在相对低的位置，那我们会把它称作叫锤子线。锤子线通常是变盘向上的信号 K 线，那日后如果能够股价的收盘价如果能够站上这根 K 线的最高，那么股价将会继续上行。那如果我们把这样的线型看作相对是在高的位置，那么这是一根吊人线。那吊人线呢，它是变盘向下的信号 K 线，那日后股价的收盘价如果跌破了这根吊人线的最低，那么股价将会开启下行的走势。好，这是 K 线信息的解读。接下来我们来分析后续股价的走势。我们调出辅助线。那首先我们先来回顾一下前一期视频我们对5月2日股价走势的预测。第一个可能，我们预测股价会出现横盘，收盘价在 164.5 附近。另外一个可能呢，我们给出了2个方向，一个是反弹，收盘价会在171。另外一个方向是股价会出现下跌，收盘价会在157。实际在5月1日收盘价是在161.83，出现了横盘向下。那我们预测的点位也就是横盘的这个点位和实际发生的横盘的点位相差较多，但是呢本质相同，就是它的收盘价没有跌破5日均线值。那这样一来呢，股价依然有继续上行的可能。那接下来我们先来分析股价后续的上行。对于5月2日和之后的交易日，如果股价上行，第一个目标依然是170，是4月20日这根 K 线的最高，它也是连续出现止跌信号 K 线，也就是第一根止跌信号 K 线。所以目前股价上行的目标就是要确认止跌，要站上170。那如果170被站上呢，接下来的目标仍然是192。192是股价重新建立多头趋势的一个标志，会出现头高。所以目前股价上行的目标首先是要止跌站上170，然后是重新站上
192，也就是重新要建立多头趋势。好，这是上行的2个目标。那我们再来看股价的下行，股价下行的第一个目标现在依然是152，也就是说，股价后续如果收盘价跌破了152，将继续维持自2月16日以来的空头趋势，也就是在这个地方有一个头低，然后下方出现底低，如果再出现新低，也就是说会确认这样一个空头趋势，那股价呢会继续下行。那继续下行，接下来的目标就是138，138是1月25日这根 K 线的最低，那么它是一根齐涨的 K 线，所以股价在维持空头趋势之后，那接下来的目标我们认为一定是138，也就是说会出现进一步的下行。好，这是股价下行的2个目标。那在5月2日盘中，我们要特别关注当日新生成的5日均线值，我们测算它的范围是在159到161之间。那我们取中线，也就是160，我们把这条水平线调整到160，也就是在盘中我们要关注股价是否会在5日均线值上方运行，或者是下方运行。当然，如果能在5日均线值上方运行呢，我们说股价会继续向上，否则呢，股价会出现下行。好，这是我们对后续股价走势的分析。接下来我们来看看技术上的操作建议和规律。我们在4月27日的收盘价160附近，有一个进场抢反弹的仓位，5%进场抢反弹，目标是165。那在4月28日首停损，不是首停损，是止损，是在152。那在4月28日，股价是到达了165，很有可能这一波反弹会已经获利出场。那如果没有获利出场，一定是等待股价继续上涨而要做多的。所以在5月1日，我们给出的止损位是152，那么股价在当日收盘价是没有跌破止损位的。那么我们再来看到5月2日，对于这样的一个还有的想要做多的这样一个持仓，我们要给出止损位，就是要从152要提升到158.5。因为这个仓位目前现在应该是有小的获利的，对，现在是161，对，那么对，但是呢，这个还没有，应该是还没有大幅的获利，所以我们只给出一个叫做止损的位置是158.5。158.5，我们为什么要提升呢？就是要守这根吊人线的最低。那一旦这样的一个吊人线的最低被跌破呢，我们刚刚从 K 线信息分析说了，股价会出现下行，所以我们要把止损位提升上来。是在158.5，也就是在5月2日收盘价如果跌破了158.5，要即刻出场。好，这是我们对之前的这样一个抢反弹，然后又等待做多的一个仓位的技术上的操作建议。好，
接下来我们来看空头。那空头我们只讨论空头，不做空头的操作建议。对于空头，在5月2日开盘之后，既会有建仓或加仓。那如果股价下行到159，那我们认为股价会有更多的空单进入。对，那他们的目标是这个缺口的下沿是146，那他们的回补位应该是上方的165到166之间，是在这个地方。所以基于这样的一个分析呢，我们说在5月2日如果没有多头力量的介入呢，那么在5月2日很可能会出现一根实体长红 K 线，因为股价一旦出现下行，说在盘中在日 K 线的5日均线值下方运行，那一定会有空单入场，然后对，也就是下杀这个股价，所以这是很危险的。但是呢，如果有多头的力量介入，股价是在5日均线值上方运行，一旦股价站上了，在盘中我们说一旦站上了165或者166呢，我们说这个股价应该会继续上行，因为它有可能会有部分空单回补，而促使股价呢会有一个上涨。好，这是我们在对于技术上的操作建议和规律。那接下来我们来看看5月2日开盘之后的压力位和支撑位。那首先到来的压力位就是当日新生成的10日均线值，是在163到164附近，在这个区域。然后接下来第二个压力位是170到177，也就是这个缺口。那下方的支撑首先到来的是当日新生成的5日均线值，是在159到161之间。然后第二个支撑是157，是4月28日这根 K 线的最低。第三个支撑就是下方的这个缺口，是从152到146。好，那基于以上这些信息的解读和分析呢，我们给出5月2日股价走势的预测。我们预测的第一个可能，股价很有可能会出现下行。如果出现下行，它将是一个低开盘，然后股价上方最高会到达160，下方最低会到达155，在这个位置。然后收盘会收在158附近。那它的条件必须当日是低开盘，并且在盘中股价是不可以高于163的。如果满足了这个条件，才会出现这样的下行。好，那第二个可能呢，我们认为股价会出现上涨。如果是上涨，它将是一个高开盘，或者叫跳空的高开盘，或者是一个小幅的低开盘。对，那么在盘中股价最低会回踩到160，最高上方会到达166，收盘会收在164附近。那它的条件，当日在盘中股价是不可以低于159的。满足了这个条件，才会出现这样的上涨。好，以上是我们对特斯拉股价在5月2日走势的分析和预测。谢谢大家的收听收看，同时也向各位会员朋友的赞助表示感谢，谢谢大家。